手抖了一下。李长寿保持着淡淡的微笑。道友不必着急，只要你配合，兴许贫道起了善心，就饶了你一命。最近闭关几百年也不吃人了，口味确实是淡了。言说中，李长寿模拟出几分妖气，化掉了这一具指道人随身携带的少许妖血。这个本是为忽悠黑豹所准备的。那杜书人面色一变，心底暗道要糟啊！我被当猎物盯上了。这里不是五部洲吗？洪荒天地最核心之地，妖族不是都大损了吗？为何我这么倒霉，还遇到这般凶残的妖族高手？杜书人急忙寻找对策，很快就镇定了下来。我何不等他吞噬，如此就可不知不觉攻其道心，将其化为己用，再去东胜神州做母亲交代之事。虽然用妖族躯壳在洪荒天地间行走，此事会有许多不便，但总好过窝窝囊囊的被干掉，这未免太不符上流。又戳了一下。道友，你怎的？这血溅还挺好看的。道友哪里的人呢？道友为何要问此事？贫道对食物的产地也是有讲究的。那些靠近天地边缘的生灵，灵气少，口感不好，这一点还是要规避一下的。贫道便是来自于边缘世界。贫道幼年丧父丧母，追随师父修行，熬过千难万难，总算有了如今修为。还请道友能嘴下留情，贫道愿以自身所有宝物相赠。好说好说。说话间，李长寿已经是带着域外天魔来到了一处荒僻的岛屿，与这天魔在岛屿边缘缓步向上，时不时就戳着天魔一下，探一探对方容忍的底线，顺便也想个办法，看看能否在逼出这域外天魔本体之前套一套他的话。道友道号如何啊？贫道未起道号，名为杜书人。这天地间的人族杜姓的可不算多啊。姓氏确实有些生僻，毕竟贫道是自边缘的天地而来，生僻些也是正常。杜书人的嘴角疯狂抽搐。贫道这道区满是杂质，丝毫不纯。无妨。贫道道号不讲究。杜书人的双腿一颤，扭头看着背后这人，刚好看到了对方镇定自若的在他背后又戳了一剑，鲜血滋滋的往外喷。这是什么凶妖？怎的让我一个天魔都有点无力应对？道友这一次来洪荒五部洲做甚啊？贫道是去东胜神州寻亲访友，其实是为了投奔而去。李长寿的眉角一挑，继续与这杜书人闲聊着，想方设法的套着杜书人的话。这个家伙也算是机警，此时只是表现的略怂，但是反反复复就是咬定同一个故事剧本，本身并无太多破绽。对此，李长寿决定略施小计。二者相谈正欢，李长寿突然转过头来，站在荒山半山腰处，看着浩瀚无垠的东海，笑道：道友，你看这天地何其壮丽。杜书人哆嗦了一下，立刻点头：确实颇为壮丽。道友何不赋诗一首？若是能让贫道心底喜悦，那今日赋诗。杜书人立刻沉吟几声，心底不断的思索，眼中渐渐泛起了光亮，嘴一张，气韵各处，立刻就要吟诗作赋了。道友似乎与普通的域外天魔不太一样啊。那是自然，贫道可是自母亲直接分裂出的，普通的天魔都是天魔自行分裂，与母亲的关联早已微乎其杜书人的话语一顿，原本正夸夸其谈的他豁然转身，瞪着侧旁的李长寿。李长寿嘴角带着轻笑，目中神光一闪。杜书人立刻感觉这道躯与元神竟然不受自己控制，似乎是失去了一切的法力与力道。
他正要做出反击，眼前突然一花，元神已经坠入了阴暗的角落，一股股冰冷的意志如刀刃般抵在他的本体之上。你杜书人双眼一瞪，道躯突然软倒，一股黑气自他的面部七孔冒出，正要朝着李长寿飞扑，却被一道道湛蓝色的雷霆瞬间包裹。雷霆围而不杀，那团黑气瑟瑟发抖，凝成一道2尺高的人形黑影，对李长寿怒声嘶吼。李长寿却故作欢喜，果然是上品的天魔。言罢，地面钻出了数道流光，化作桌椅、砧板、菜刀各类调味品。李长寿反手一抓，掌心中蕴含着天道神力，探入了雷光之中，径直将这一团黑气抓了出来，为其稳固身形，随之封在砧板上，磨刀霍霍。这天魔大骂：你要作甚？上等的食材往往只需要简单的烹饪。李长寿闭目轻叹，这般纯净的玉爱天魔当真是不多见，堪称绝世好菜。杜书人浑身一颤，差点就要哭出来，在砧板上缩成一团。很快，李长寿用天道之力包裹菜刀，二话不说，先切了一小块天魔黑气，有模有样的放在盘中，撒了一点烤肉粉，动作优雅的开始搅拌。想不想跟贫道聊聊有关你母亲的事啊？那样我或许能少切你几次，还会考虑把你圈养起来。你休想！李长寿顿时笑眯了眼，也不去动餐盘中的天魔黑气，继续抓起菜刀。那天天魔的惨叫声回响在方圆万里内的生灵道心之中，让不少生灵都以为是幻听了。于是半日后，心魔、拟真、类灵体，被特意培养模仿洪荒炼气时的天魔，天魔那可以无性繁殖的母亲，神秘的天魔圣地，被天魔供奉的巨大黑影。严密的任务安排将整个任务信息按阶段分开，每隔一段时间或者是达成某种条件，就触发下一段任务的讯息。李长寿眉头紧皱，负手站在云上，一时之间竟然陷入了困惑。我上次从混沌海中归来时吓唬白先生的那些话，莫非是真的？真就被我给瞎猫碰上死耗子，撞准了妖师鲲鹏的全盘算计？看脸脚边那被雷霆长绳困缚住的中年道者，似乎是感受到了李长寿的目光，这昏睡中的中年道者颤抖了几下，口中还迷迷糊糊地喊着：我杜书人宁死不屈，是不会对你说任何事情的。这么怂的域外天魔当真是不容易遇到啊。李长寿心底不断思索，这一朵云也到了东胜神州的范围，此时犹自在犹豫，要不要搞到天魔们的后续计划。这或许是一件大事，小天道指引我捉到这个心魔，定是要我从这心魔身上套出一些有用的讯息。找一个业障多的邪修，尽量尝试一下吧。李长寿定下计划，先是散开，在东胜神州东南方搜寻了一阵，很快就找了一个业障缠身，在山中闭关修行的老道。按杜书人供出来的细节，怂货天魔接下来的任务就是要侵入一名仙门高手道心，借太极图之威，凭遁法之力，李长寿悄悄靠近了这一名天仙境的老道，一把迷药撒出去，这老道打坐修行之中，缓缓低头起了鼾声。李长寿将杜书人扔到地上，手指一点其眉心，将被雷光电弧缠绕的天魔引了出来，扔到了那老道身旁。电光闪耀，天魔顿时哆嗦了几下，虚弱地哼了2声。进去，莫要伤人。李长寿冷冷道了一句，那天魔在本体黑气上画出虚淡的面孔，对着李长寿怒目而视。屈辱！
耻辱！这简直是对天魔最大的侮辱！李长寿眉头一皱，只见电弧闪耀，这老道的洞府被照得无比闪亮。哼，送上门来的元神，不呼白不呼！天魔冷哼一声，钻入老道眉心，不过片刻，却又被李长寿给抓了出来。那老道的元神毫发无损。拿到下一步的计划了？哼！李长寿了然地点点头，将天魔塞回了这一具中年道者体内。李长寿的身形悄然遁走，仿佛从来没有出现在此地过。但当李长寿问出天魔接下来的任务步骤，他整个人都有些不太好了。与人教仙宗渡仙门天仙境门人结交，暗中控制此人，李长寿是满头的黑线呐。这是干啥呀？要干啥？域外天魔一步步在我的身边安插底细，把一名名炼气士当作跳板？若真是如此，我或许真的会防不胜防。尤其此时已经搬去了太星宫中，不可能每时每刻监察每个仙门的仙人。这域外天魔的目的为何？很明显，这背后有事，绝对有事。已知洪荒天道壁垒隔绝混沌海，刚刚在那老道身上的实验已经证明了这域外天魔并未被他的母亲远程操控，对方也应该做不到这般事。那天魔接收到后续任务的信息，触发条件绝对不会如同天魔所说的那般复杂。果然，李长寿又寻了几名业障大妖，让这天魔不断地侵入其中，2条后续任务信息接连呈现，且确定了这天魔的计划只剩最后2步。这几名业障大妖自是被李长寿一把真火烧得连渣都不剩，但是让李长寿万万不曾想到的是，他竟然得到了这般2条讯息。天魔计划的倒数第2步，混入渡仙门后，等待机会侵入渡仙门任意长老元神。到此时，李长寿已经是能够确定对方就是冲着他来的。天道这一次莫非是意外地帮了我一次？而当天魔冷哼声中说出了最后的任务信息，李长寿却是遍体生凉，道心轻颤，双目之中划过了锐利神光。鲲鹏，那被天魔供奉的莫非真的是鲲鹏？对方既已经远离了洪荒，且用了这般大的代价完成了假死脱身之计，为何又要主动回来，在我面前自爆？李长寿皱眉看着眼前的杜书人，掌心一缕雷光闪耀，那天魔与这道躯同时被击破，3昧真言铺洒而出，一切尽归尘土。这事怕是瞒不过天道，莫非鲲鹏也是在故意报复，故意黑我一把？站在一处海滨的荒山上，李长寿负手而立，这一具指道人的身周燃起了一缕缕火光，顷刻间化作灰飞。不止如此，在地下打配合的2具指道人一直在监视着跟随黑豹的指道人，同时化作灰烬，被李长寿自焚。为何如此呢？无他，只因这天魔渡书人最后的任务是想办法与渡仙门出身的太白金星见面，并问他一句：想不想看后边的内容啊？临天殿，玄字隐殿，白泽的专属小套间中，2道身影正来回踱步，时不时的擦肩而过，丝毫不停的脚步反映着2个人那略有些不安的内心。白泽突然停下步伐，转身看向刚从他袖口中飞出来的纸人：石仙大人，可确定是鲲鹏派人送信？8九不离十。白先生，你这里的遮天大阵可管用？这点本事贫道还是有的。白泽沉声道了句，又稳了一手。只要感觉不到明显的天道之力，此地应该就不会被监察到。李长寿点点头，斟酌着话语，沉声道：鲲鹏救退的玉扳指之中有天道禁忌之物，我连白先生你都未曾言说过，
太清老师还帮我遮掩了此事。除去我与太清老师之外，应该是谁都不知。那天魔供奉了一道黑影，以及天魔之母这种一听就是先天神魔存在之命，试图混到渡仙门中与我相见，问我想不想要看到更多的天道禁忌之事。那天道禁忌水神大人可看了？怎么可能，不能够。李长寿对白泽眨了一下眼，又对着空中拱拱手，朗声道：贫道为天庭做事，为天道做事，自不会触碰天道之禁忌。白先生，你了解我的，我是那般不稳之人吗？白泽顿时竖起大拇指。天道急先锋，正义拥护者，贫道自是相信水神大人。随后这两人对视一眼，一阵仰头大笑。白先生以为接下来该如何处置？李长寿坐回了此地唯一一张圈椅，白泽也从旁边凑了过来，点出一只石凳，坐在李长寿身侧。鲲鹏当真是个大患啊！自混沌海回来，贫道心神不宁，久不能寐，心中极其不安。当然也没有耽误林天殿诸多事宜，鲲鹏就退回于水神之手。贫道本觉得这鲲鹏睚眦必报，怕是不会忍下这口恶气，又觉得这鲲鹏本就是想利用假死躲避圣人追杀，应当不会再靠近洪荒。万不曾想他竟还有这般算计。那截教教主老爷